是出去打工去了吗？淘淘，你看现在我年龄大了，也干不动了，我就回来了，想让你给我养老呢。什么？让我给你养老？你自己看看，你穿这一身还让我给你养老？那你出去打工这几年挣多少钱啊？淘淘，我能挣多少钱呀？现在外边的钱也不好挣了。再说了，以前我挣的钱，每个月不都给你们打回来一点了吗？你行了吧？你那打回来那一点够干什么的？1000、2000的，还不够我零花的呢。哎，你出去打工这么多年，现在手里有没有攒点积蓄啊？淘淘，我现在哪还有积蓄呀？我给你们寄回来一点，我要花点，就没有了。行了行了，既然你手里没钱，那你走吧，我家呀住不下你。淘淘，这你们家这么大的房子，怎么会住不下呢？这妈既然回来了，你就让妈进去喝口水，住一段时间吧。什么？你1分钱没带回来，还想在我家住一段时间喝口水？你白日做梦呢！我告诉你，我家房子啊是大，好几套呢，我都住不完，我全都租出去了。我让你住，我有什么呀？你能给我什么呀？淘淘，你现在怎么能这样说呢？你小的时候妈多疼你呀，现在妈落魄了，你也不能不养妈呀。那都多少年前的事了，你还提？现在我也不怕告诉你，你有钱就是我妈，你没钱就什么也不是。淘淘，你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你这样做就不怕街坊邻居笑话你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有你这么个穷妈，街坊邻居才笑话我呢。告诉你，赶紧走！淘淘，听到没有？淘淘，真是的，还找我要我养他，想什么呢？真没想到，这么多年我都没回来了，我闺女竟然连家门都不让我进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静静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静静，我刚回来，正准备去你家呢。妈，你这出去这么多年，一定挣不少钱吧？静静，我也没挣到什么钱，现在的钱多难挣呀！我年龄也大了，外面工地上也都不让我干了，我就想着回来，让你们给我养老呢。那你说这意思是你没挣到钱，还想让我给你养老？你想什么呢？静静，我可是你亲妈呀，你不能不管我。你都没钱，你让我怎么养你啊？我们家一家老小，我们还不够吃呢，你来干什么呀？你怎么不去找我姐呀？你姐家我已经去过了，她连家门都不让我进，所以我才来找你的。她家那么有钱，她都不养你，我们家那房子都住不下，你呀，爱上哪上哪去吧。静静，你小的时候我最疼你了，你怎么也能这样说呢？那你让我怎么说？1分钱都没带回来，你想什么呢？静静，你就让我去你家吧，我现在手里还有点钱，我算租你们家的房子，给你钱还不行吗？你还有一点儿，那你能给我多少呀？我住你们家一天，给你30块钱，你看行不行？30？你打发要饭的呢？我不稀罕，你呀，别在这儿给我丢人了。静静，你也不管妈呀，那我能去哪呀？我呀，肯定不会管你的，你爱去哪去哪吧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静静，静静，我这小闺女，她也不管我，我去哪呀？这家里的老房子，几十年都没住人了，那还能住吗？婶儿，哎，婶儿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尊宝在外面没活干了，我就回来了。你这去哪儿呀？你这怎么还哭了？尊宝，我这不是回来收拾一下吗？收拾？你收拾这里干嘛呀？我收拾一下，我能住，以后我就住在这儿了。婶儿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？你这房子都荒废10几年了，这能住人吗？你万一塌了怎么办呀？哎，
你两个闺女呢？你两个闺女现在住在大房子呢，你去他们家住啊？珍宝，你别提我那两个闺女了。我回来的时候就去他们家了，他们连家门都没让我进。我不住在这儿，我住哪呀？什么？他们两个怎么能这样呢？毕竟你是他的亲妈呀。哎，婶儿，不管怎么说，这个房子现在不能住人，万一真出了什么事怎么办呀？珍宝，那也没办法呀。婶儿现在无处可去了，我也不想活了，住在里面咋死算了。婶儿，你说什么胡话呢？这样，你呀，先别收拾了，回我家，先去我家歇一歇。走。珍宝，这我去你家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小时候经常上你家来玩，现在你年纪大了，走，我带你啊，先去我家歇一歇。走，慢点，婶儿。来，婶儿，慢点。哎。来，婶儿，你先坐。哎，珍宝。婶儿，你别再胡思乱想了，以后啊就在我家住下，你想住到什么时候就住到什么时候。珍宝，这怎么能行呢？我那两个闺女都不管我，我怎么能住你家呢？这不是给你添麻烦吗？婶儿，不麻烦。你说也真是的，这淘淘和静静怎么能这样呢？是呀，我那挣钱的时候，一口一个妈，一口一个妈的叫我，那个时候可孝顺了。现在我老了，不能挣钱了，开始嫌弃我了，不要我这个妈了。唉，婶儿，你也怪不容易的。我叔啊走的早，你呀一个人把他们两个人拉扯大，一直没有改嫁。老了老，他们两个还这样对你。婶儿，这样吧，今后啊你就在我家，以后我孝顺你。还有，我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，让他们来我家。珍宝，不要打了，是在你家歇几天我就走。不行，婶儿，这件事我必须让他们知道。还有，我要好好说说他们。你呀就安心在我家住下。喂，淘淘，我是你尊宝哥，你现在来我家一趟。对，就是现在。另外，你叫着你的妹妹静静，你们俩一起来。好，我在家里啊，等着你们。婶儿，他们俩一会儿就过来了，你先坐这儿等一下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姐，你让我来村长家干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，他刚才打电话跟我说，他说让我叫上你一起去他家，指定没什么好事儿，走吧。婶儿，你这些年在外面一定受了不少苦啊。他们到了，我去开门。来啦！你们来了，进来吧。你们坐。哎，我妈她怎么在你们家啊？淘淘，你还好意思问呀？这你妈为什么在我家？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啊？我清楚不清楚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直接说吧，这次叫我们来过来干什么的？淘淘、静静，你们俩现在是成家了，是大了，可是你们别忘了生你养你的妈呀！你说今天你妈去找你们，你们两个可倒好，把你妈给赶了出来，这就是你们做闺女应该做的吗？尊宝哥，你就别多管闲事了。你看他穿的那个样子，我们凭什么养他呀？还不丢人的。就是呀，你看他又没钱，我们拿什么养他呀？你们两个可真是忘恩负义啊！小时候你妈把你们养大，你给你妈钱了吗？哎，你别这么说，那谁家的孩子出生了，不是他父母养大的呀？就是，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？好啊，没想到你们两个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。你们也会有孩子，你们也是当妈的人。等你们老了，我看你们的孩子这样对你，你们两个什么样的感受？珍宝，你别说了，淘淘、静静，我就再问你们两个一遍，
妈，到底你们养不养？养什么养？你再问多少遍，我们也不养。就是啊，没钱养。好，这话可是你们两个说的。从此以后，不管我是贫穷还是富有，以后和你们两个都没有关系。那不刚好吗？是吧，姐？是啊，我们啊求之不得呢。那好，从今以后，你们两个也不是我的闺女，我也不是你们两个的妈。不是就不是。那我们走吧，姐。对呀，我们既然都没妈了，还待在这儿干什么呀？走吧。等一下，静静、淘淘，你们刚才说的话我已经录音了。行，你们不管妈，从今天开始，婶儿，以后我管你。我从小无父无母，今后你就是我妈。那好，尊宝，是以后就指望你了。婶儿，你就放心吧，以后啊安心在我家住着，有我吃的就不会饿着你。以后我会好好孝顺你的。尊宝，既然你那么孝顺，我也不能让你白养我。是出去这么多年，也有点积蓄。这有一张卡，里面有180万，你拿去，以后你给婶养老就行了。180万。婶儿，180万，你哪来那么多钱呀？尊宝，婶出去这么多年，在外面不舍得吃，不舍得喝，攒下来这么多钱，就是回来给他们两个分一分，让他们两个给我养老呢。没想到我去他们家的时候，他竟然那样对我。你说婶以后养老还能指望上他们两个吗？这个钱你拿着，以后给婶养老就行了。妈，你可要搞清楚，我们才是你的亲闺女，你凭什么把这个钱给一个外人呀？对呀，妈，你可不要听信他胡言乱语啊！婶儿，这个钱啊，您拿着，这是你辛苦挣的血汗钱，我啊不能要。尊宝，说什么呢？你先拿着。我告诉你们两个，以后我和你们再也没有关系了，你们还是走吧。谁说没有关系啊？妈，你可别忘了，你走到哪都是我妈。别闹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对呀，你还是给我们回去吧。行了，你们俩现在说这话不觉得丢人吗？刚才你们俩是怎么说的？录音可都在里面呢。是你们不认妈的，而且妈还问你们了，不论贫穷还是富有，你们都说不会问妈了。现在可倒好，知道婶挣钱了，你们两个却用这副嘴脸。我告诉你们，不光婶看不下去，我都看不下去。你们两个给我滚出我家，看见你们就够。滚！走吧，你们两个。尊宝，婶以后就住你家，麻烦你照顾我了。婶儿，刚才啊，我也是气昏了头。如果他们两个真的知道悔改的话，以后啊你就原谅他们，还让他们两个照顾你。毕竟啊，他们才是你的亲闺女啊。尊宝，你不要安慰我了，婶心里有数。我看他们两个，我就是给他们再多的钱，也指望不上他。以后婶就靠你，你给我养老就行了。婶儿，我给你养老没问题，但是这个钱啊，您拿着，这不管你有钱没钱啊，我都会管你的。行了，婶儿，你呀也别气了，我扶你回屋。那好，走吧，婶儿。